为何一架特殊的军机飞进伊朗会引起俄罗斯人的警觉？它的出现预示着美军将要发动战争。年初的时候，因美军利用无人机炸死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而伊朗方面也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以示报复，这也导致美伊战争的言论甚嚣尘上。不过最终双方并未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如今年关将至，但是美军与伊朗却依旧处于战争边缘。由于美国备受疫情的困扰，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选中失利，又有人猜测美军可能会发动一场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并借此延长特朗普的任期。而伊朗也被认为有可能与美军爆发战争，尤其是最近美军还做了一个特殊的举动，让俄罗斯人惊呼不好，这是战争的前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12月26号晚，刚过完圣诞节的中东美军立马加快了自己的军事行动。有航空监测网站发现，在当天，美国空军在海湾国家中活动有所增加，至少有6架波音 KC-135R 加油机起飞。此外，监测网站还发现有一架特殊的飞机正在波斯湾地区活动，这架飞机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博空军基地起飞，飞向几个相邻国家并接近伊朗。俄媒指出，这架飞机是美军的 EC-130 电子战飞机，而它的出现可能表明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攻击。为何俄罗斯人会这么认为呢？俄媒指出，在最近美军参与的5场战争中，都有 EC-130 电子战飞机先行出动的案例。这5场战争包括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因此 EC-130 电子战飞机的出动会被视为美军即将发动战争的前兆。EC-130 电子战飞机是美军在 C-130 运输机的基础上改造出来的一款电子战机，由洛克希德公司研制。它与波音 EA-18 以及 F-16CG 战机并称为美国3大电子战飞机。EC-130 电子战飞机在战场上的主要用途是进行各种电子攻击，包括干扰与破坏敌方通信，干扰敌方指挥和控制系统的运行，干扰敌方雷达的预警和侦察，压制防空系统，进行进攻性反情报行动，并支持战术空中，支援美军地面部队和特种部队。此外，不用于以往美军倾向用侦察机或者无人机接近伊朗边境，此次美军直接派上电子战机，很显然是来者不善的，有可能这是为发动一次战争进行预演。不过，俄媒也指出，伊朗已经在波斯湾沿岸部署了大批防空部队，以应对美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而且，伊朗也在趁着武器解禁，向友好国家寻求武器采购。对于美军而言，在有其他大国的支援下，想打伊朗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久前，印度方面向其边境地区重新部署了130万大军，并扬言称，印度已经今非昔比，很乐意应对周边国家发起的军事行动。不难看出，印度方面已经做足了战前准备。然而，就在印度方面认为自己稳操胜权的时候，印度媒体却爆出了一个令他们感到担忧的事情。据媒体报道，印度向边境部署的部队中不断的有士兵死于非命，由此可见，印度军方开始不战自毁了。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印度士兵接二连三的死于非命呢？据了解，让印度士兵死于非命的第一个原因是自杀。在今年的10月2号的时候，一名22岁的印度士兵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执勤的时候突然开枪自杀。9月30号的时候，一名56岁的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副督察在一处边境哨所开枪自杀。不仅如此，印度还有非常多的士兵选择自杀。根据统计，自从2007年1月开始，已经有473名印度士兵和警察部队人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议地区附近自杀。那么，这些印度士兵为什么会举枪自杀呢？据分析，印度士兵自杀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当地环境越来越恶劣，军方为他们提供的相应物资也有所缺陷，导致这些印度士兵士气严重下降。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印军的驻地非常偏远，与世隔绝，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非常枯燥无味，所以当地的士兵不管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备受煎熬。但是他们并没有退路，因此一些顶不住压力的士兵只好举枪自杀。另外，导致印度士兵死于非命的第二个原因，则是一些意外事件。近日，位于印控克什米尔边境附近的印军军营中突然出现了围墙倒塌事件。这次事故导致3名印军被砸，其中有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1个还在治疗当中。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前不久，印度军方的一辆军车行驶在中印边境的时候不慎坠入峡谷。经过事后调查了解，这次翻车事件导致4人死亡，1人受伤。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印度军队中总是会发生这些意外事件呢？据分析，
通过近日的印度军营围墙倒塌砸死印度士兵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的基建水平的确非常低下。正因如此，印度军营才会出现这种不战自毁的事故。设想一下，如果印度真的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的话，这样的军营能够抵挡几次敌人的轰炸呢？眼下，由于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仍然在继续僵持，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有所下降，再加上新冠肺炎的影响，印度的经济也开始变得萧条。因此，不少中国企业开始退出印度市场。然而，中国企业的退出却给印度带来了巨大麻烦。据媒体报道，在过去的5年中，印度成为了希望在海外扩张的中国公司的首选市场。从2015年以来，中国的腾讯这样的公司已经在印度投资了12家独角兽公司。然而，由于新冠疫情以及中印对峙的原因，有很多家中国企业开始决定退出印度市场。正是因为这些中国企业的退出，导致在2020年这1年内就有数千名在中国公司工作的印度人失业。不仅如此，印度方面还在不断发展智能手机市场，所以他们也成为了中国科技公司的首选市场。此前，在印度还没有在这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时候，来自于中国的腾讯移动游戏、PUBG、UC 浏览器以及字节跳动的 TikTok 都拥有着数亿用户。可是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僵持不下的边界争端中，印度方面开始制裁我国的一些手机应用程序。然而，正是因为印度的制裁，导致这些在印度的科技公司因为业务前景不佳而进行了裁员。这样一来，印度方面的失业人口就再一次增加了不少。为此，印度方面开始对中国实施了报复行动。有印度媒体称，为了报复中国，印度方面目前已经非正式的要求所有航空公司不要搭载中国公民前往印度。对此，印度媒体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之前也禁止了印度人乘坐飞机前往中国。不得不说，印度方面的报复心确实非常强，但是他们的这一借口未免也太牵强了。众所周知，我国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在此之前，一趟由印度新德里飞往中国武汉的印度航班上，大约有20名乘客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另外还有40人在抵达时被发现携带新冠病毒抗体。我国是为了保护国人的安全，防止新冠疫情再次出现在我国，才会做出这一决定。然而，印度方面不让中国公民乘坐飞机去往印度，完全是出于报复心理。那么，印度的这种报复对我国有用吗？据分析，并没有什么作用。毕竟我国大部分公民去印度的目的基本上都是旅游和投资。然而，由于现在印度的新冠病毒依然很严重，很多中国企业也撤离了印度，因此我国公民基本上也不会前往印度。相反，印度的损失会更大。